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忍者蛙与双截龙》。虽然说是一款动作游戏，但是在第4关加入了一个飞行射击的关卡，并且这个飞行射击的关卡当年让很多的小伙伴非常的不适应。它的操作显得很怪异，一个是射击键，另外一个是加速键。方向键控制着子弹还有飞船的前进方向，因为操作方面非常的不适应，所以当年打这关的策略就是站在原地不动，只调整枪口射击的方向，让对面来动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也喜欢被动，但是现在学会了开车之后，发现本关的操作还是很简单的。这里的开车我指的是考取驾照，现实当中的开车，因为语言上的开车我不太熟练，不会，毕竟我的思想比较单纯。咱们的加速键就可以看作是车的油门，方向就是车的方向盘，这样想的话，你的操作就好很多了。本关的关卡名称是地球的外层空间，需要攻略的 BOSS 就是暗黑女王的巨象飞船。这里我少讲了2条命，因为飞船发射出来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打碎，分数也会不断的累计。这里要打4个小飞碟，超人版本的飞碟颜色的区分非常明显，蓝色的是最难对付的，速度很快，但是当你的子弹击中它的时候，它会稍微的减速。进入到了本关的第2个部分，这个部分的操作就比较常规化了，是大家常见的飞行射击游戏的操作，方向就是上下左右了。除了常规的射击之外，还可以单发蓄力。屏幕上出现你的准星之后，你需要把准星和需要攻击的部分重合一段时间，这个时候会出现锁定的标志，然后再松手，这样就可以发射出一发跟踪的导弹。打巨象飞船的时候不能急，因为在本关你的飞船对面一连串的攻击直接就可以把你带走，无论是非常快速的子弹还是这种具有控制效果的电圈，被电圈击中之后，你的飞船会原地的打转一段时间，非常的危险。把 BOSS 攻略完成之后，巨象飞船里边包裹着一个火箭，火箭是驶向了地球。第5关的场景就是这枚火箭。看到这关，很多的小伙伴就表示了，这关熟悉啊，当年止步于此。这款游戏的第3关还有第5关流程都比较长，可能都曾经把很多小伙伴卡在了这个位置。并且无论是第3关还是第5关，它都有一些致命的机关。本关的机关就是火箭喷出的火焰，一下就是1条命。本关还有几个小 BOSS， 就是现在咱们需要面对的这个，叫做屠夫。我记得要打3只，
胶囊里边是一个回血的道具，我需要打完它之后再捡。这一脚踢得不错呀，既把 BOSS 带走了，把回血的道具也捡到了。这个火焰是秒杀的，所以要看准了，咱们再下楼或者上楼。容错率真的是太低了。这个敌人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蹲下，然后出招。这里我犯了一个错误，被炸弹炸了一下。上一期我也提到过，这款游戏你站在物体的正上方你是捡不起来的，需要有一段的距离。但刚才我忽略了，还按照红白机版本的判定来进行操作，结果就被炸了。又要打屠夫，哎，我需要感谢他呀，他给我送了一条命。我想去把胶囊先拆开，结果他给我锤了，还锤到我身上。分数50万，又奖了一条命。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还有几条命，因为多余5条就看不到了。这个地方的火喷得好密集呀！敌人的数量太多了，还是被踢中了一次。这里可以把血量回满，5关2。砸的这一下输出非常的高，得到的分数也多。这个地方敌方的兵种还是混编的，又是炸弹，但是这里的炸弹需要跳起来扔了。刚才这一下误伤了后面的老鼠，我想要砸的不是它呀。右边的距离不够，我其实应该从门里出来之后再去捡，但是超人版本的屠夫打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咱们跑动攻击上下控就可以了。红白机版就是拼命近身的攻击，被打了之后可以用连发来抢招。屠夫挂的标志是它飞出去之后飘得又轻又远，这样你就知道它已经没有血量了，你需要赶紧把奖励的道具收集，不然的话就自动出房间了。这个场景我印象非常深，红白机版是几拳之后把老鼠举起来从玻璃扔出去，但是超人版本好像没有这个判定。咱们反复的平 A， 最后就是一个腿的终结技。前方应该就是 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叫做机器马努斯，
是暗黑女王的仆从。超人版它也是有体重的设定，从空中下来的时候可以把你踩到。但是超人版本难度比较低，首先就是它的踩人攻击力很低，只伤害你2根血。第二点是每次被跑动攻击击中之后，它落地的位置是很确定的，并且自己也不会主动的发动这种跳跃的攻击。主人公一行在地球降落了，这个场景第6关要和影子武士决战 ，BOSS 就是影子武士的老板。大家在背景上能够看见，他已经跟着溜过来了。大家看这个判定，我在正上方用棍子来戳，戳不爆，我需要戳旁边，它才有反应。这种情况真的是头一次遇到。你说你的棍子戳正中间，它怎么可能没有反应呢？打到这里，上方的吊灯就不要碰了，因为 BOSS 在中间阶段，它会在屏幕上来回的撞你，你需要抓在吊灯上才能比较有效率的躲避。我在地里边种了好多的小兵啊，未来可能会收获更多。来了！我的天，这一招铁山靠，红白机版本好像是没有。红白机版它也会撞人，但是是把身体缩成一团。超人版看着攻击的招式更加的有威力，缩成一团了。红白机版本缩成一团的时候 ，BGM 是变的。哇，这招厉害啊！这招让我想起了双截龙的布鲁诺夫，但是布鲁诺夫是抓着你然后打肚子，这个家伙是抓着锤头。这招红白机版好像是没有。所以我感觉这个 BOSS 的难度比红白机版要高。打他的方式和打屠夫也差不多。他已经来回撞了3次了，所以说应该是没有血量了。分数70万，又奖命了。有电流保护的灯也是可以砸下来的，你可以豁出命试一下，或者有隐身。起码红白机版本是这样，超人版我没有试。最后一关的流程非常的短。最终 BOSS 就是暗黑女王。暗黑女王这里有2点和红白机版不一样。首先是我感觉它的血量没有红白机版高。另外，在地面进行灼烧的时候，它不会连续的烧你。
这点比红白机版是友好的，但是也有一点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咱们下砸的那一招，如果想利用地面的奖励胶囊，是很难砸到暗黑女王的。这一点有些可惜了，因为红白机版打最终 BOSS 的时候，我都是那么干的，大概砸个4、5下就可以把女王带走了。胶囊出现了，里边的内容好像是随机的，给了我一个隐身。隐身的持续时间也太短了。第二个胶囊的位置有点太靠左侧了。5000分，分数是最没用的。又打到了一个，又是5000分啊！给点回血还差不多，有血量进行托底，可以打得激进一点。最后一个奖励的胶囊没来得及捡，暗黑女王逃跑了，忍者蛙和双截龙守护住了地球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超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忍者蛙与双截龙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